朋友们好，这是我前不久做过一次视频的玫瑰花，也是 Costco 买的。当年买，现在它开过一茬以后又复花了，而且呢，复花之后呢，观感更美，因为它的花呢不再低垂了。我第一次把它养开花的时候呢，它的花开了以后，脑袋都是垂下来的。当时呢，我还以为它就是这么一个品种，脑袋呢很容易垂下来。有小小的失望，因为花如果脑袋低垂下来呢，它就是长很漂亮，你也看不清呢。但是现在它复花了以后呢，我就发现它的这个问题没有了，它的花呢完全是可以直立的。那我让它复花呢，除了当时它的花败了以后我做了修剪以外呢，我又另外给它施了2种花肥，一种呢就是玫瑰花专用肥，那个呢就是鸡粪肥。鸡粪肥施的比较多，它的花开始凋谢了以后，我把花剪掉。其实当时不是我主动剪的，是兔子帮我剪。我们家后院的兔子很爱吃花，而且专门挑色彩娇美的花吃，而且它要吃长在枝头上的花，摘下来它还不太愿意吃了。这兔子还真的很会吃。那因为兔子吃了以后呢，这个花呢就其实自动的就被摘除了。那我呢也把它稍微修剪短截了一些，就往下面剪了一下，剪到有5片叶子的地方吧。然后呢它们很快就复花，大约我给它们施了鸡粪肥1-2周以后，下一场雨它们就开始长新芽，1个月左右呢就又复花了。那这一次复花呢，它就不再低垂着脑袋。那么同时呢，其实我给它施鸡粪肥的同时，我也施了一些骨粉，施了这期间我施肥都很淡，很少量的骨粉，给它施了有2-3次。那么我感觉呢，这个玫瑰花呢还是挺需要补钙的。我都是在下大雨之前呢，给它施一点骨粉，少量，每次就几颗放在它的根部。那么它主要呢是靠鸡粪肥，这样养护了1个月左右呢，它们就复花。我数了一下呢，也是复了10朵花，和我前面那一颗地球天使一样，它们复花都是复10朵。我觉得他这个出售这个花的这个花匠心里肯定挺有数的。它这一棵花大概是几年生的根，它的花最后会长到多大，第1年会有什么样的观看效果，可能花农是知道的。那么它2盆花呢，当时大小都一样，买回来的时候都是没有花苞，但是有一点点新芽，也都是在我的花盆里面呢待了将近1个月时间，到了6月份我才把它们地栽下去。地栽以后呢，它们就开始开花，但是第一茬花开的呢，那个脑袋花都是低垂的。那现在第2茬花呢，很明显的花就直立性强了很多，特别呢是这一颗 Nicole Cardo Miller，这颗薰衣草色并且带着浓郁香味的花，玫瑰花，它的直立性就增强了。那我现在呢，我就在想它的直立性变强的原因。第一个呢，我想是因为它们已经地栽了以后适应了，
我呢保持着它们的株型呢不是很高，它们花败了以后，我给它们做短节，保持它们的株型呢不超过1尺半，不到2尺那么高，因为这是它们的第1年，所以我想如果太高了的话，它肯定枝条不会长得很强壮。第二个呢，我除了给它用玫瑰花专用的那种鸡粪肥以外呢，也加了一些骨粉，还有鸡蛋壳什么的，都给它们用了。我觉得呢，补钙也是有用的。另外我在给它们补钙的同时呢，我的土壤呢，也尽量给它们保持在中性偏酸。因为我呢种了绣球花以后，我的绣球花颜色是偏蓝色的，所以我知道呢我的土壤呢是在中性偏酸的这个状态。特别是紧靠的这棵玫瑰花的旁边是这样的。那么绣球花呢也有一点点发紫，所以我觉得呢它是中性的。现在绣球花已经成了我的 pH 值试纸了。那么绣球花颜色有一点发紫呢，它的土壤就是偏中性，另外偏酸一点点，因为它是紫蓝的。那我就想呢还给它们施一点淘米水，我自己沤制的淘米水，里面加了水果皮的这样的化肥，我也给它们用的。所以呢，我在给它们施用骨粉啊、鸡蛋壳呢，我觉得呢，这些钙呢就更加容易溶解和吸收。另外呢，我在网上跟专家学习呢，也了解到呢，如果要想让玫瑰花吸收到钙质，从蛋壳啊、骨粉当中吸收到钙质的话呢，钙和磷的这个养分，那么土壤呢偏酸一点点呢，就能够帮助它吸收。玫瑰花呢是一种对土壤要求不严格的花，它们在偏酸性的土壤、中性土壤和稍稍偏�碱碱性一点的土壤里呢都可以生长。所以呢，我呢想呢就让它处于偏酸性的状态，比较好，就是种玫瑰花的土壤。那么这样呢，不仅就是玫瑰花能够适应，而且呢，我给它们施的鸡蛋壳、蛋壳粉和骨粉呢，也都能吸收。或许呢，鸡粪肥本身就是偏酸性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在给它们撒鸡粪肥的时候呢，我闻到那个味道就是酸酸的，发酵以后那种酸酸的味道。那么第1年种从 Costco 买的这2颗玫瑰花，不带花苞的玫瑰花，状态不错的玫瑰花，目前呢状态都很好。它们不仅在刚刚地栽以后就能开花，而且呢在2次开花以后，它们的直立性变得很好，而且呢都重新长了10个花骨朵。那这个呢让我感觉到非常满意，让我自己呢也有小小的成就感。好的，这个是我今天关于我这一颗 Licol Caramel 玫瑰花的一些养殖心得，包括呢前面那一颗地球天使，我也同时的呢和大家一起讨论了一下。那么谢谢大家观看我的视频，欢迎大家订阅、分享与点赞，我们下期再见。